那就是陆沉舟，镇北将军陆骁的儿子。什么镇北将军？圣旨都说了，陆家通敌叛国。22岁就成了罪臣之子，往后怕是难翻身了。走快些，别摆你少将军的架子。慢。原来是萧府的人。陆公子，我家小姐托我送一件东西。萧家退婚了，陆家都上岛了，萧小姐怎么可能嫁给一个流放犯？当年陆家风光的时候，萧家可是日日派人送礼，现在送的也不少啊，送退婚书来了。陆公子，我家小姐说婚约是长辈定的，如今陆家已败，陆公子又是戴罪之身，她一介女子，实在不敢陪你去边关赴险。当然，我家小姐念旧情，特地让我带来20两银子。流放路远，陆公子拿着也好买口热饭。陆沉舟，识相些，你父亲已经死了，陆家已经没了。萧家肯给你20两，已是仁至义尽。萧昭雪让你来的，自然。他亲口说陆家已败，自然。他亲口说不愿陪我去边关赴险。陆公子，你如今还有资格问这些？回去告诉萧张雪。哼，告诉什么？陆家败不败，不由萧家说了算。今日退婚，我收下，不是因为萧家有资格退，是因为陆沉舟不娶临难弃义之人。你一个罪臣之子，还敢辱我萧家小姐？20两，拿回去。嫌少？走。陆沉舟，你别忘了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。我是什么身份？哼，通敌罪臣，流放犯。圣旨还没到，你就替陛下定我的罪？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将军陆骁通敌误国，罪不容诛。念其子陆沉舟年少，且陆氏昔年有守边之功，特免死罪，流放北境黑石关，领残兵300，戴罪立功。若有寸功，可赎前罪；若敢逃亡，严惩不贷。钦此。300残兵，黑石关，那不是北面最荒的死地吗？蛮族骑兵年年从那边过，守将换了3任，死了2人，还有1人疯了。这哪里是赦免，这是让他去死啊！陆公子，接旨吧。怎么，陆公子不接是要抗旨？大胆陆沉舟，还不叩谢皇恩！陆沉舟，别后并强。
陈州，陆家的刀，先斩外敌，再护百姓。若有一日爹回不来，你也别让这把刀锈了。爹，我记住了。罪臣陆沉舟，接旨。陆公子到了黑石关，可要好好活着。说不定哪日我家小姐听见你立功的消息，还会替你烧一炷香。你回去也告诉他。什么？今日之后，他最好求神拜佛，保佑我死在黑石关。你什么意思？因为我若活着回来，萧家今日踩在陆家身上的每一脚，我都会记得。走！看什么看？到了黑石关，你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也翻不了身。那地方只有300老弱残兵，连蛮族赤海都挡不住。300？哼，怎么嫌少？兵不怕少，怕的是新鲜贵了。小姐，他都这样了，还敢说狠话？他不是说狠话，那是什么？是机长。陆公子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黑石关可不是京城，那里没人认陆家的旧名。你到了那儿，最好学会低头。听说那300残兵里有瘸子，有病卒，有逃兵，有刺头，还有几个顶撞过上官的刺头。你一个罪臣公子，怕是第1天就要被他们撕了。他们若真有胆子撕主将，说明还有血性。有血性，就还能练。京城越来越远，黑石关越来越近。大雍朝堂亲手流放出去的，不是一个等死的罪臣之子。风雪盖住车辙，又被新的车轮重新碾开。
而是一头即将在北境醒来的虎。陆公子，冷不冷？要不要吃？哎呀，手滑了。陆公子金尊玉贵，想必也瞧不上这种粗食。今晚不必给他水。头儿，上头说要活着送到黑石关。死不了。镇北将军府出来的人没那么娇气。真要这么折腾，万一路上出了事，你以为我想？京里有人交代过，陆沉舟到黑石关之前，最好先断他一半气。陆公子，知道黑石关是什么地方吗？那地方往北30里就是蛮族游骑，往南200里才有边城。粮草到不了，援兵不肯去，连狼都比人多。听说陛下赐你300残兵，真是皇恩浩哈。你收了谁的钱？陆公子说什么？刑部门前，你急着羞辱我；出城后，你断我水粮。普通押送官没这个胆子。萧家、兵部，还是严府旧人？你还真当自己是少将军？陆沉舟，我告诉你，京城里想你死的人比这路上的血还多。所以你最好祈祷，他们给的钱够买你的命。好得很，今晚你就在这儿冻着，明天要是还能喘气，算你命硬。赵六，赵六，鬼叫什么？有人来了。你想喝水想疯了吧？驿站外的马少了一匹叫声。一匹马不叫你也管？地心！
拿刀，拿刀！什么人？敢切关桥！护住墙角那人，上头交代，他不能出事。我们只要结果。先制住他！陆晨废了，陆家也没了。路上折一折他的睾骨，到了黑石关就更好拿捏。废了。谁派你来的？谁派你来的？陆家的人，谁也逃不掉。你认识？我不认识。你别过来，陆晨舟，你还是囚人，我是押送官。押送官？刺客进门时，你喊的是上头要活的。你知道他们是谁，也知道他们要我的命。我只是奉命行事。奉谁的命？你不说，我也猜得到。陆公子，不，陆将军，我错了，我只是收钱办事，真不知道他们今晚要动手。谁给你的钱？陆家刚倒，严党就急着灭口，他们怕陆晨头活着到黑石关，
也怕北境旧案重新翻出雪下旧案。陆公子，您放心，今晚的事儿我一定如实上报。是山匪袭击驿站，您奋力自保。不用。什么？今晚没有刺客，只是几个山匪想劫官道，被押送队击退。天亮后继续赶路。是，陆公子，要不要给您找药？水，有水。赵六，陆公子有何吩咐？黑石关还有多久？3日。真正的战场，从来不是刀响的地方，是敌人以为你已经无路可处的时候。那就快些。什么？我赶时间。赶什么时间？去收兵。陆公子到了，快给陆公子解甲！陆公子一路辛苦。赵将军，人给您送到了。听闻陆公子在京城时也是骑过御马入过金殿的人，如今来我黑石关，怕是委屈了。不委屈。能活人，就不算委屈。既然陆公子到了，那便先验圣旨，交接兵册。
陛下仁慈，赐陆公子残兵300，驻守黑石关。陆公子戴罪立功，若守得住，自有赎罪之日；若守不住，那也是天命。陆公子，这已经是黑石关能拿出来的全部下底了。精兵，圣上赐你300兵，可没说赐你300精兵。营在何处？陆公子还真是急着掌兵。我不掌兵，难道转你的嘴？好，陆公子想看兵，本监兵便带你看。陆公子到了。绝路这是大呀！陆公子，这就是圣上赐你的镇北军。这就是新来的主将，主将，我看像京里来的公子。嘘，人家可是陆家的少将军。陆家哪个陆家？通敌那个？这营烂得很，但没烂透。陆公子，看完了，是不是很失望？点卯。现在听陆公子的，他如今可是这300残兵的主将。秦烈，秦烈，秦烈，韩魂呐！点卯，我没拢。你就是陆沉舟？是。罪臣之子也配点我的卯？你是谁？秦烈。原职。边军小校，为何在残兵营？冷硬的与打了上官。为何打？他抢兄弟的抚恤粮，我看不惯。打得轻了。陆沉舟，你！但你打了上官，被贬到这里，
说明你有怒气，却没脑子。你说什么？有本事的人，不该只会挥拳。你若真想替兄弟讨粮，就该让那上官吐出来，让他背后的人也一起吐出来。你不服我可以，但军重点卯，你不应，就是违令。违令又如何？我连边城主将都敢打，你一个被流放来的罪臣公子，也想管我？陆晨舟，别以为圣旨给你300兵，你就是我们的将军。这里的人都是被朝廷扔掉的，老的、病的、缺的、犯错的、等死的，我们连命都不值钱，还怕你？陆公子，看来你这主将不太好当啊。我要你能站着打仗。起列，陆晨舟。陆公子，忘了告诉你一件事。黑石关粮仓只剩3日口粮。3日？开什么玩笑！两队呢？朝廷两队不是该到了吗？又要饿肚子。我就说这地方待不下去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他们在拆解一盘早已看透的死局。什么意思？给我3日口粮，是想让我3日后跪着求粮。可惜，我不习惯跪着要东西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明日点卯后再说。你现在说！先看看你们还有几个人配听。将军，你儿子来了。陆公子，卯时已到。看来你这300兵昨夜没把你的话放在心上。陆公子起这么早，京城贵人也受得了这北地风？什么时辰了？不知道。卯时过3刻。
昨日我说，卯值点卯。我来了，人到了就行。迟了。腿在我身上，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秦烈，怎么？你昨日说不跪，也不服。是。今日我给你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打赢我，今日点卯作罢，以后这营里你说了算。陆公子，这不合军规。现在的残兵营有军规吗？你确定？确定。我要是没守住呢？算你本事。秦头子，别把新将帅打死了！滚！我有分寸。用真刀。陆晨舟，你疯了！战场上，蛮族不会拿木刀伤你。你不用拔刀。不必。你瞧不起我？你还不值得我拔刀。好得很。有点本事。只有一点，你已经倒了。住手！他身上有伤。我没说。小心！
战场上，你已经死了3次，我不服！第一刀，你贪快，手腕空了。果然如此。第二次，你怒气上头，换气乱了。第3次，你明知旧伤是弱点，却用蛮力强攻。若我是蛮族，你现在肠子已经流出来了。你不是不怕死，你是只会用不怕死遮自己不会赢。不怕死，不等于会打仗。再来。什么？你不是不服？你用刀，你还不够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们活。活？黑石关这种鬼地方，谁不是等死？你叫什么？孙老七，从军几年27年，和蛮族交过手，上过战场。那你为什么还坐着？你叫什么？我阿斗。还能拉弓吗？将军，我这肺都快咳出来了。我没问你能不能跑，我问你还能不能拉弓。手还稳。你们呢？我们不会打仗。会挖坑吗？会。会搬石头吗？会。会听令吗？在我眼里，没有废兵，
只有放错位置的兵。秦烈，蛮族不会因为你老就不伤你，不会因为你病就放过你，不会因为你说自己是没用的人就绕过黑石关后的尊阵。你们可以烂，可以怕，可以不服我，但只要还挂着军牌，就别把自己当死人。陆公子说的好听，可人心不是靠几句话就能练出来的。3日口粮，破甲钝刀，你拿什么让他们活？拿军规。军规能当粮吃？不能。但没有军规，有粮也会抢光，有甲也会逃散，有刀也只会伤自己人。记，记什么？明日卯时，全营点卯。不到者罚，故意扰乱军令者重罚。临阵逃亡者，斩！凭什么？我们又不是精兵，朝廷都不要我们了，你凭什么管我们？凭我现在是你们的主将。那我们若不认呢？不任意。明日卯时前，想走的，来这里摘军牌。摘了军牌，就不再是我的兵。但出了营门之后，是死是活，与我无关。陆晨舟，你肋下伤处裂了，你是不是不要命？现在还不能死，所以等能死的时候再死。等他们能活的时候。
真服了。服个屁！明天卯时，我倒要看看他敢怎么罚。那就都吃到，300人一起吃到，他还能全军阀处置？病的也吃，老的也吃，看他敢不敢动手。韩瘸子，你笑什么？笑这营里终于要有点兵味了。明日卯时才是真正的第一刀。监军大人，今日怕是没人会听他的。哼哼，残兵营的人最会把命令磨成废纸。300人一起摆烂，他罚几个？陆公子，卯时到了。敲什么敲？催命啊！我昨夜守火到3更。要不要派人去催？不用。应到307，时到307。陆公子倒也没少人。卯时已过多久1个时辰。记下，全营迟到1个时辰。我不是来了，腿慢也算，病着呢。摆什么谱？继续记。记什么？扰乱军令者17人。我在黑石关12年，见过5任主粮。最后怎么了？2个死了，1个逃了，1个疯了，1个搬空粮仓。黑石关没有军规，只有命硬不应。你叫什么？周老八，从军23年，上过战场。迟到1个时辰，够蛮族踏平半座。你觉得蛮族会先派人通知你？整片雪原速散干。今日迟到者全部卸甲，战雪1个时辰。凭什么？要冻死人！我肺病还没好。300人都罚，若冻死几个，你担得起吗？赵监军想替他们战。本监军只是提醒你，练兵不是取人性命。所以我没处置。迟到1个时辰，战雪1个时辰。今日只是罚站，下次按军法。我们若不战呢？你叫什么？刘三千。为何入营？家里交不起税，被抓来充军。想活吗？谁不想活？想活就战，战了就能活，战了不一定能活。不战
下一场仗一定死。卸甲。青头，你真战啊！你不战，我战一个时辰，之后你最好还有本事。会有。江姑娘，新长略发全营战血。陆晨舟，你疯了！他们里面有伤兵，有病兵。我知道。你知道还罚？知道你还罚？你要立威也不能拿人命立。江姑娘说的不错，陆公子，你这军规未免太狠了。若蛮族今夜来袭，你能让他们因为发热就不取人性命吗？我罚他们战，是让他们记住军令。人死了，还记什么军令？所以你在这里。谁撑不住，你带走。是真病还是装病？是旧伤还是偷懒？我都要知道。王董，这出事了！王董，这是王董，这出事了！我就说他要练死人。别碰他，你懂医吗？他昨夜没吃东西。王哥把他的半块饼给我了。你叫什么？赵小满。带回一棚。方才不是要罚站，怎么现在又心软了？我说过，迟到者罚站。他撑不住，是伤病，不是抗令。有什么区别？区别是，我的军规不是为了伤自己人。听清楚，从今日起，残兵营里第一条军规：我不养没用的人，但也不丢下任何一个还想活的人。真伤医，真病治，真残另用，但装病逃训者罚。
说的好听，粮呢？药呢？甲呢？会有。哪儿来的？敌人手里。陆沉舟，你什么意思？今日罚站结束后，全营清点。会拉弓的，报上来；会挖坑的，会修甲的也报；熟悉断风洒地形的报；腿瘸但手稳的也报。腿都瘸了，还能干什么？腿瘸，不耽误拉绳索。拉什么绳索？线马索。拿回去。有意思。罚毕。没听见？站完了，按他说的报本事。秦烈，你什么时候成他的狗了？我是怕饿死。我会修弓，我以前是猎户，会看兽踪。我会补甲，但没铁。会挖陷坑。我年轻时守过断风峡，知道哪儿风最大。别误会，你若冻死，这群人更没人管。多谢。罚完他们，你也来一旁。好。将军也怕大夫？怕。不听医者话，嘎得快。秦头，你真觉得他能带咱们抢蛮族？能不能不知道？那你还听他的？因为他说了一句人话。哪句？他不丢下还想活的人。再不走，真要被他拉去打蛮族了。可军规说，临阵逃亡者斩。临阵了吗？现在还没开战。粮都只剩3日了，留下也是死。去哪儿？秦头，我们出去撒尿。撒尿还带干粮？将军，开恩啊！我们真不是故意的，我们不是想跑，就是心里怕。前线那边，我们真的撑不住了。怕死？怕死！我们想活啊，将军。很好。怕，说明还想活。先看住。就这么处置？明日，全营看着审。捆了。
陆公子，军规是你自己立的，今日若不严惩，往后谁还听你的军令？抬头。为什么逃？昨夜跑得挺快，现在哑巴了。我怕。怕什么？怕死。怕死？我不是不想听令，我真怕。我只会挖坑，刀都拿不稳。我这条腿真跑不快。将军，你说不丢下想活的人，可我不甘心。怕死是罪吗？怕死不是罪，可丢横东邦独自逃命是罪。营里还剩几日粮？3日。这一带够几个人活一天？至少5人。你们是拿5个人的命换自己多活一天。将军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，我不跑了。我认罚。既然认罚，那便按军规处置。现在全营都看着你。记，3日后入县马所队，断风茶前，你们第一个拉锁。第一个拉锁，那可是在马蹄前头啊！若到断风峡，谁再退半步，我亲自处置。想活，可以。想一个人活，不行。我拉，我不跑了，我会挖坑，我也拉。从今日起，我吃你们吃的粮。黑石关只剩3日粮，蛮族粮队3日后过断风峡。陆晨舟，你要去断风峡做什么？勘察地形。你是戴罪之身，不得擅动兵马。我动了吗？3日内修弓、补甲、挖坑、认路、练锁。从今天起，黑石关没有没用的人。将军，俺也去。我能射第1箭。冯跛子，我认路，我认车辙。谁有用，断风峡上见。3日后，粮拿回来。俺也去拿粮。那就是陆晨舟，镇北将军陆骁的儿子。什么镇北将军？圣旨都说了，陆家通敌叛国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将军陆骁通敌误国，罪不容诛。
念其子陆沉舟年少，且陆氏昔年有守边之功，特免死罪，流放北境黑石关。当年陆家风光的时候，萧家可是日日派人送礼，现在送的也不少啊，送退婚书来了。谁有用，断风匣上剑。这味儿真呛人。先看看粮，这也叫3日粮？不对，没了也能吃吧？能，吃完拉的你站都站不起来。那还是别吃了。让开。这袋也坏了，这里面有2袋不能入口。账册上不是写3日？将军，发现什么了？这里原来堆过粮，不是这2日搬的，有人搬走过粮，而且搬的不少。这地方还是这么难闻，陆公子，边地潮湿，粮食没坏也是常事。我还没问。把管粮的带过来。七爷，说，粮去哪儿了？七爷饶命！我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还不说？不知道？你管粮仓，你不知道？上月边城来调过一批粮，说是顾将军军需紧急，剑兵署批的条子，小的只是照办啊。赵监军，看本监军做什么？边城乃北境重镇，军需优先，有何不妥？那黑石关吃什么？急什么？朝廷粮队本该10日前到，路上风雪阻滞，本监军也没办法。哼，好一个没办法！陆公子，你若真忧心粮草，不如写封求援信给顾将军，姿态放低些，说不定边城会拨你几车陈粮。又要求边城，将军，不用求，我带人去边城抢边城。好啊，陆沉舟，这就是你带出来的兵，敢抢边城粮草，是要造反吗？我说的，关将军什么事？边城不能抢。你真要去求顾承安？我说不能抢边城，不代表我要跪着求边城。那陆公子倒是说说，粮从何来？黑石关附近，谁粮最多？蛮族。荒唐！你真想抢蛮族粮队，就凭这300残兵？不是300，是能用的那一部分。破旧的假腿、卷刃、豁口的知识。你要挑人，要挑活路。这没粮了，那还练什么兵？那还练什么兵？朝廷粮队呢？顾承安的混账又调走粮了。我就说黑石关留不得。诸位也听见了，粮草确实紧张，但本监制已经向边城求援，只要诸位安分守营，或许还有转机。边城真会拨粮？黑石关终究是大庸关隘，顾将军不会做事。哼，他上月刚调走我们的粮。边城军需紧急，顾将军也是为大局。放屁！他的大局就是自己吃饱，让黑石关饿死。秦烈，
注意你的身份。赵监官说的对，黑石关确实需要向边城求援。陆公子总算懂事了。去笔墨。墨好了。黑石关粮草较急，将军写多少？粮10车，剑持2000，皮甲100副。黑石关守将送去边城。哼，陆公子这语气可不像求人。军情如火，不是乞讨。哼，本监居会派人送去边城，今日送。自然。赵全营，是。你真指望顾长安给粮？不指望。那你写什么？让他知道我缺粮。你是故意让消息传出去？黑石关缺粮，蛮族迟早会知道。与其让他们从别人嘴里知道，不如让他们知道我想让他们知道的。那封信是儿。全营集合！校场集合！都站好！黑石关的粮最多撑2日半。2日半之后吃什么？陆晨舟，你听我说完。边城粮草被调，朝廷粮队未至。你们可以骂，可以怕，可以现在就想着逃，但骂不出粮，怕也怕不出粮。逃出去，雪原上更没有粮。这东西吃下去，今日能填肚子，明日就会倒下一片。那不是粮，是催命的。这东西上战场破不开蛮族的甲，只会先断自己的命。所以，我们只有一条路：抢蛮族。疯了吧？就凭我们蛮族粮队也有骑兵护送，咱们连马都没几匹，怎么抢？去就是赴险。谁告诉你们，抢粮就要和骑兵正面撞？你说，断风峡是什么地形？断风峡，两山夹道，最窄处只能并行2辆粮车。北口风大，雪沟深，南口有一片乱石坡，马跑不快。骑兵进峡会如何？冲不起来。若前路受阻，后方也被封住呢？那地方就成了一口瓮。只要进了瓮，他们的马就施展不开。我们不跟他们比马快，我们比地形，也不比谁的兵器更好，比谁先把局布好。不是300人去赴险，是挑出能用的人，把每个人放到能活能破敌的位置上。那不会刀的人呢？比如我。你挖过地？挖过。挖过冻土？挖过。那你比秦烈有用。将军，你这话我不爱听。在挖陷马坑这件事上，你不如他。行，挖坑我认输，近身缠斗他不如我。你手还稳吗？能拉弓。那你不必跑，伏在高处，射第一箭。我能行。我只问你手稳不稳？稳。你从军23年，见过蛮族粮队？见过。你负责辨认车阵，判断粮车数量。行。刘三坚，跟王阿斗背箭袋。是。是。这活我熟，好负全选敢死之事。是。明白。我也有差事。列伤兵名册，能战不能战，能搬能守能射，分清楚。你连病人都要算进去？我算进去，是为了不让他们被乱塞进赴险的位置。好。陆晨舟，你私自出关袭击蛮族粮队，若败了，黑石关彻底无粮；若激怒蛮族大部，你担得起吗？现在不出关，2日半后也无粮，可以等边城援粮。你信吗？你信顾承安会送粮？好，本监军倒要看看你怎么用这群残兵抢蛮族。将军，你真要让他把消息送出去？营中若有鬼，今晚就会动。今日起，粮食减半。
我也减半。抢粮队若成，3日后全营吃饱；若败，我死在最前。我不会让你们替我复习，我只会带你们一起去抢活路。那就是断风峡，看着像个好埋人的地方。将军，什么时候动手？3日后，蛮族粮队真会来？会。你凭什么确定？因为他们也觉得骸石关没人敢出兵。那就让他们看看。再来！秦烈，你们这是挖坑，还是给土地挠痒？冻得太硬了。我来，让开。秦头，土地也不太服你。再说一遍。挖了多久？太浅。将军，再给我半日，一定挖深。不是让你们现在挖成陷马坑，是让你们知道冻土有多硬。断风峡这里更冷，土更硬，临战再挖，来不及。那怎么办？先烧。烧？这些都能用。用火烤软表层，再凿。围紧点。挖出的雪土别乱堆，要铺回坑面伪装。坑底插断枪，枪尖向上，铺薄木，盖雪。断枪？咱们枪都不够用。废枪也能放倒战马。马尔和，今日起，你带20人专练挖坑、伪装撤离。我带他们？你不必近身缠斗，你的坑能放倒战马就是功。是。瞧你那样，挖坑还挖出官威来了。将军说了，我的坑能放倒战马。在挖坑这事上，你不如我。王哥，慢点。你俩还真绑一块儿了。我还债。闭嘴！箭袋都被崴了。射一箭。这上战场能行？王哥是咳了，不然肯定中。手没问题。你能憋气多久？失血。够了。开弓。你不需要连射，你只射第一箭。第一箭。伏击时，第一箭最重要。射马眼，射领头旗，射火油弹，射完便退，不许逞强。我只射第一箭。对。射中了呢。记手弓。王哥，稳住！兵卒有点东西。别叫我兵卒。王哥是手工弓手。你的截击队呢？挑了23个。我要20个。这23个都敢冲？敢冲不代表能活。什么意思？带来。站成一排。这些人抢粮食跟我上，保证不怂。姓名？薛老伙。为何入残兵营？重伤了上官。为何动手？他抢我女人。这事儿不太光彩，但他打架猛。
姓名？卢三刀。为何入营？赌输了军饷，偷了营马。但他会骑马。下一个。会什么？会使短矛。违过令吗？一次。将军，打仗看的是刀，不是家谱。打仗看的是人。这5个不入截击队。为什么？将军，我不怕死。你不听令。卢三刀，你贪财，见粮车容易乱。你眼伤严重，夜战看不清。我能打。能伤自己人吗？截击队要的是快进快退，不是凶。凶过头就会追击，追击就会死。你们2个不进截击队。他们年纪大了，他们听令。你们敢冲？推慢了点儿，刀还没钝。听令这事我年轻时最会。行。截击队今日只练3件事，都听清。第一，听哨；第二，断马式；第三，听到撤字，立刻撤。若敌将就在眼前，也撤；若差1刀就能拿下，也撤。那多憋屈！憋屈能活，贪功会死。明白。听令！火压梯，别烧伞！能下操了。水在这儿。能守夜的站左边。进！进！重来。退回起点！快撤！你死了。再来！回刀！齐了。监军，这残兵营好像真有点不一样了。小的多嘴。都退下！不能再等了。先让他们知道黑石关快没粮了。3日后，断风峡残兵营已整训。这些残兵不能真变成他的兵。来得正好。你想抢粮？哼，那就看你有没有命抢。将军，你今日看了很久。小人只是个瘸腿老卒。你不是。你的手比腿诚实。普通老卒不会在我分兵时看手势。镇北旧军的分兵手势，你认得？小人老眼昏花，看错了。好。3日后抢粮，你守南口绳索。我腿瘸，手稳。
你若不想说过去，我不问。但上了战场，别喝酒。小将军和老将军不太一样。小人告退。谁是没用的人？战场上见。下一个。江姑娘，这伤当年差点挥刀到骨头，你给我记重伤，我就不用出关了吧？旧伤是旧伤，筋还能动，手还能握刀。你想偷懒，找错人了。我这不是怕拖后腿吗？你是怕拖后腿，还是怕跑断腿？秦烈，你少说风凉话。周老八，左肩旧刀伤，可持短刀，可守后路，不宜久举盾。不宜久举盾，这还算照顾我？要我改成可举盾2个时辰？不改，不改。赵小满，你昨日说自己夜里看不清，是。上面几个点？3个。这个呢？5个。那你看不清什么？远处看不清，近处能看清。不宜守夜望远，可修剑雨，施减药草。我还能分药？能。你手细眼近处还好，别把纸伤草和麻藤弄混就行。我能学。学不会，我打你手心。你真放心让他分？他比你分得准。我也会看人。你看谁都像能冲阵，冲完就死。将军，你说话是真不中听。中听的话救不了命。邓贵。江姑娘，昨日是我一时糊涂，今天真没事了。挖坑搬石头我都能干。把外袍解开，我再看一遍。还要再看啊？我真没事了。你昨日还说难受，今天就一点事都没有了？我得重新确认一下，看看你怎么恢复的这么快。江姑娘，这里人这么多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别磨蹭了，让你配合检查，就好好配合。等一下，疼？不疼。不疼你躲什么？痒。我刀也挺痒，要不要给你挠挠？你会养鸽？养鸽？不会，我一个军户养什么鸽？这种痕迹是长时间贴身绑细竹筒留下的。军中传信鸽的竹筒大小差不多。你给谁传信？没有，我真没有。江姑娘看错了。我从小在御医署长大，刀伤、绳伤、勒伤、暗伤，见的比你撒过的谎还多。说，我没传信，那是腰带勒的。放开他！将军，这人有问题。我知道。你看见了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？赵恒太急了。我昨日公开粮草，公开求援信，公开断风匣。赵恒若干净，应该急着拦，可他没有，他只看，只退，
然后回了监军署。那还等什么？直接抓赵恒！抓他容易，抓了之后呢？信已经送出去了，赵恒也不会承认。他背后是谁，信送给谁，营中还有几个人，都不知道。你可以不说，但从现在起，你去那边挖坑，派2个人盯着你。你若真是清白，3日后抢粮活下来，我补你3日口粮。真的？若你再传半个字出去，我让你亲眼看着自己挖的坑埋自己。不审，他只是线，线不断，鱼会跑；线不断，鱼才会咬。听见没？你最好真是根线。所以你早知道衣棚里可能有鬼？不确定。那你让我验伤，也是为了查内鬼？是。所以我忙了一整夜，你从一开始就把我算进去了。是。陆沉舟，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该被你摆在棋盘上？伤兵、病卒、秦烈，甚至那个王阿斗，你都算得清清楚楚。不算，会死更多人。可你至少该告诉我。告诉你，你验伤时就不会自然。邓贵不怕秦烈，不怕我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看的是刀，是腿，是眼神。但他没想到你会看伤。陆沉舟，你这样的人，迟早会把自己也算死。已经算进去了。断风峡若败，我会死在最前。看完还我。多谢。别谢太早，你肋下伤处再烈，我就用最苦的药灌你。我什么都没听见。禁军署的人也查了，不意外。那今晚怎么办？让他们继续传。还传？传错的。假消息。今夜放出消息，抢粮计划改在东谷。可咱们真正去断风峡？不，真正的伏击地点也要改。将军，你到底要打哪儿？先让鬼以为自己有用。将军，你以前在京城也这么跟人斗？京城的人比蛮族难缠。那还是蛮族好，至少挥刀了会渗出暗痕。听说了吗？将军改主意了，不去断风峡了。为什么？说是断风峡太险，怕蛮族有防备，改去东谷。东谷？那不是更远？嘘，小声点，别让监军署听见。东谷。磨蹭什么？快点！是。我肚子疼，去趟茅房。将军，营中有鬼。飞向哪边？
那边，我去宰了邓贵。不急，还不急？鬼已经地化了。现在该让蛮族替我们选战场了。将军，我还是想不明白。想不明白什么？秦烈，鬼已经漏了，为什么不说？抓邓贵能问出什么？打到他说。你以为所有人都怕他？真是死士，舌头咬断也不会说。那也不能放着鬼不管。邓贵不是那种受命办事、随时准备断掉线索的人。你凭什么这么判断？真要是受过训练的人，被查出痕迹时不会慌成那样，更不会因为3日口粮就明显松一口气。他是被收买的人。被收买的人还能用？能。你想让他继续传假消息？不是让他传，是让他以为自己偷到了真消息。你们这些会算计的人，心都脏。灰羽哥往北飞，能到哪儿？若是普通信鸽，飞不过雪岭；若是蛮族养的灰羽，能到灰狼坡外的哨营。蛮族在灰狼坡有哨营？从前有。从前？韩瘸子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老族多活几年，知道些旧路而已。邓贵的信若送到灰狼坡，最快多久能有回信？1夜。这么算，明日黄昏之前，北境军就会有所动作。那我们提前设防，等他们过来。不。又不？将军，你能不能一次说完？明日我们照常练兵。练兵？练给鬼看。你要让邓贵看到什么？看到我们把绊马索、火油、弓手都往东谷准备，让邓贵以为我们真该打东谷。还不够。断风峡照样准备，但不许让邓贵看见。两边都准备，我们人手本来就少，所以东谷只做样子。真正的局在断风峡南口。东谷路远，蛮族若真信了，最多派伏兵。粮车不会走东谷，粮车重马慢，走远路反而危险。继续说。若我是蛮族少将，收到消息后会做2件事：第一，派一队人去东谷埋伏，等你自投罗网；第二步更加关键。第二，让粮队仍走断风峡，但提前半日过峡，避开你原本算好的时辰。秦烈，那我们就在断风峡提前等。提前等太久，风雪里藏不住人。人会冷，马也会惊，所以断风潭南口最窄的人，所以只守南口乱石坡。粮队若提前过峡，北口有人接应，峡中不敢停，必然在南口乱石坡整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在峡里吃他们。在他们刚松一口气的时候动手。狗阴！这是夸人。战场上这是大夸。明日白天，
东谷准备要做的真，让邓贵看见马二和带人运木桩，让赵恒看见秦烈挑人试刀。让监军署的人听见，我要在东谷伏击。那断风峡南口谁去准备？你。他腿瘸，所以没人会盯着他。要多少人？5个，少了，人多留痕。你只要做3件事：找绳索位，找藏弓位，找撤退路。绳、弓、退路。老将军当年也爱这么说。陆沉舟，我去。他肯定认识你父亲。我知道。那你不问？他想说是会说。万一他一直不说，那说明我还不够让他信。东谷那么远，伤兵抬回来都凉了。陆沉舟，你果然怕断风塔泄密。监军，那咱们还传吗？传。可昨晚已经传过一次。那就再传一次。告诉那边，陆沉舟改走东谷，断风峡只是障眼法。不行，绝不能让他活着抢回粮。哎呦，哎呦，装得太假。哎呦，江姑娘，我这是真疼。东谷风大，明日真打起来，你这腰怕是跑不回来。是。将军，那条路你也知道？不知道。那你还敢让韩瘸子带人走？他若想害我，不必等到现在。也是，但他那腿瘸的人，最知道哪条路不好走。韩瘸子，你以前真只是普通老俘？南口有3处能藏弓手，2处能设绳索。乱石坡后有一条雪沟，可藏20人，但不能久藏，夜里会冻死人。粮车若过，最慢处在哪儿？这里，车轮会陷雪，必须下马推。就在这儿动手。撤路呢？东南小沟可撤，但只能过人，过不了车。那粮车怎么办？不撤粮车。不撤粮车，那咱们抢什么？粮，拆带，背走，带不走的烧。烧粮？我们抢粮是为活，不是为贪。若贪车，走得慢，被蛮族回旗咬住，所有人都得死。行，听你的。将军，2处都有火光。他们真上钩了。2处都有火光，说明两边都有敌人。你们只有这点人，真要去断风峡？正因为两边都有敌人，断风峡南口才有机会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蛮族比你想的更聪明？想过。那你还去？所以我去。江姑娘放心，将军死不了，我死他前头。闭嘴，没人问你。传令，在。马二河带工兵队2更前出发，射坑。王阿斗、刘三金随攻守队，秦烈带截击队3更出野。韩城引路。全队不得点火，不得高声，不得擅追。是。若我战死，秦烈带人撤回黑石关。将军，记住，不许为我回头。你这话我不爱听。军令。是。别误会，你若死在外面，我还得给你收盐，麻烦。多谢。
陆晨舟，你说过不丢下任何一个还想活的人。记得。那你自己也算一个。怕不怕？怕。出息。秦头，你不怕？怕。丹将军说了，怕死不丢人，怕了还敢去，才算有点兵样。出关。压低身子。你别抖了，血都让你抖塌了。你不抖，我抖心里。别碰弓弦。都闭嘴！天北面还有多久？快了，你听见了？不是听马蹄，是听车轮。明白。慢。护住两侧。将军，人数不对。收到信后加了护卫。那还打？打！打！有痕迹。一起！冲了！继续等。下马，插入，两侧放箭。别动，慢慢插。别闲，这里有东西。放！只射第一箭，稳住，稳住。漂亮，前面！烈火！绊马索！拉！截击队！进！别乱！换马，不出阵！动手！铁锤！马尔和，堵后撤。是。跟我来！卡车轮，抬高！马尔和，别松！愣什么？塞！一起！堵住了！王哥，撤！再见！不能再射！将军说你只射第一箭。那是没机会的时候。你手不稳了。你说的，我背箭带也看你手，现在你不能射。小兔崽子，你骂我也得撤。靠住石头。做得对。去前撤，接阵！
会打，秦烈要被咬住了，准备退。撤！这次没死，憋屈，活着就行。拿下主将！将军，将军！拉！将军！香，太香了！将军，那把刀，梁留下，人滚！压住他们！退后！指背梁，别贪车，别拿没用的，清血已灭，装满就走。你不要命了？你吃一半，我吃一半。傻子，走得动。可惜了。回去告诉你们的人。告诉什么？黑石关有人了。撤！走进去。这刀，我父亲留下的。跟上！都贴着血沟走，别掉队。两带抱紧，脚下看路。我帮你，不要。梁，你起来，抱紧了。那是命。我知道。继续走。王哥，撑住！跟紧。没死，少说话。将军，说。回去以后能吃饱吗？能。那今晚能吃顿好的吗？看你们带回多少。够了。那今晚我要吃2碗。2碗。
准。2万。回来了吗？真抢回来了，这是蛮族粮，有肉，我闻到肉味了。老天爷，真有肉！慢点，别把粮洒了。别乱跑，这是王哥那袋儿。谁说是我的？这是全营的。小兔崽子，现在知道全营了。都看见了，蛮族的粮，我抢回来了。是真的。你又伤哪儿了？轻伤。你嘴里的轻伤，是不是只要没断气都算？江姑娘，这回真不算重，至少将军还能走。伤员全部过去，谁敢先去抢饭，我把他腿打断。江姑娘比军阀还凶，听他的。听见没有？伤员去一棚，其他人把粮搬去仓里。谁敢偷摸一把，我剁他爪子！明白。下一代。短弓，弯刀13。我自己能走。你闭嘴！你第一剑救了我们。先救重伤的。按住，别松！我让你们打蛮族，不是让你们拿肉去接刀。来吧。你故意的吧？不是小伤吗？把外袍揭开，我重新看一遍。外面的粮草还没清点完。你是自己做好，还是我让秦烈把你拦回来？将军，我听江姑娘的。没有伤到要害。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把药换成黄连枝。这次死了6个。我知道。若我布置再细一些，可能少死2个。你不是神，你能把他们带回来81个，已经很不容易。死的那6个也信了我。那就别让他们白死。二哥，何叔，我把粮背回来了，你那袋我也背回来了。药还没上完，稍后。陆晨舟。何满堂，从军16年，今日断风茶，替同胞挡刀，死于粮车后阵。孙启，
出关前说自己腿慢，断风茶南口，拉洛时所未退，被蛮族箭射中。吴大牛，工兵队卡死后车车轮，死前未松手。李草根，截击队，听令撤退时断后，斩敌1人。正七，老卒，守绳所谓，至死未让绳断。赵铁炉，修工匠，临战踢弓手挡箭。今日有粮，不庆功，先祭命。该祭。他们的粮分分给其同帐，他们的军功记在虎啸营第1册。从今日起，残兵营改名虎啸营。你们不是没人要的残兵，你们是跟我从蛮族嘴里抢回粮的兵。今日死的6个人，不是白死。他们换回来的粮，够全营活下去，也够你们记住军令为什么不能乱，同袍为什么不能丢。将军，共抢回黄米22袋，豆子9袋，干肉3袋，冻羊半扇，蛮族短弓7张，箭矢160支，弯刀13柄，皮甲5副，还有2坛蛮族烈酒。烈酒归一棚。江姑娘，那是酒，也是伤药。归一棚。是。今晚全营加饭，每人1碗稠粥。有肉吗？伤兵先吃。听见没有？想吃肉，下回记得替我挡刀。你少教他们受伤。这一盆送一棚。干什么？你射第1箭，你背粮。你是手工弓手，拿回去。都别扔了。秦头，下回抢2块。无赖。吃。我不饿。你若再说不饿，我就让秦烈按着你灌。你在想那6个人？我答应带他们活。你也带回了81个。死的那6个也信了我。那就别让他们白死。不会。将军，就在这里。木剑，这是咱们大庸的剑。你见过？当年老将军出事前，也接到过这种剑。朕被救兵韩城，见过少将军。你见过？当年老将军出事前，也接到过这种剑。老将军，你说陆骁将军？朕被救兵韩城，见过少将军。真是大庸的。
蛮族粮车里怎么会有咱们大用的军械？看印记。少将军，这种剑小人见过。你真是镇北救卒？镇北军左峰营探侯队师长韩城。左峰营，那可是陆骁将军亲军前锋。起来说。少将军，小人当年没能救下老将军，也没能替镇北军说一句公道声，小人不配站着说。跪着，能让死人活过来。起来，站稳。陆骁若真通敌，北境早没了。是也。陆家案，谁战谁死，仗不该是这样。军械也能改仗？当年你在哪里见过这种剑？白骨滩。白骨滩，那不是镇北军当年战败的地方？是。跟进前队，保持队形。将军，密报称蛮族粮道在西线。密报何时到的？1个时辰前。左峰营转西线。太轻了。停！有埋伏！洞口也有敌军，后路断了！救粮车！铁阵！斥候刚出边北界，后路也算准了。布防突细了。那年冬天比今年还冷，蛮族3部南下，老将军奉旨出兵，在白骨滩截蛮族主力。出兵前，军中传来密报，说蛮族粮道在西线，老将军带左峰营奔袭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中了埋伏。不是一般的埋伏，蛮族像早知道镇北军每一路兵马的位置，我们的趁隙刚放出去就被截击，援军没到，后路被断，粮车被烧。老将军当时就知道军中布防突细了。突围前一夜，左峰营截下一小队蛮族骑兵，从他们身上搜出一批弩箭，就是这种大用兵部箭。是，老将军说这不是蛮族抢来的旧剑，剑尾红漆还新，说明出库不久。军械出库都有账。账有账，可账能改。那些弩箭后来呢？老将军让人封存，准备战后上城。战后？朝廷还有脸等战后？带出去！将军！若我回不来，把他带出去。所以，当年有人把兵部军械送给蛮族，现在还是有人在送。是谁？那我兄我也不知道。当年白骨滩活下来多少镇北救卒？说，明面上镇北军通敌叛国，就不要么被斩，要么被流放，要么改名入边营。实际活下来的不足100人。不足100人？人在哪儿？散在北境，有人在矿场，有人在边村，有人在顾承安军中当马夫，也有人就在黑石关。还有谁？小人不敢乱认。这时候你还不敢？你知道当年认陆家旧部是什么罪吗？
三族连泽。有些人不是不想认，是不敢认。他们有妻儿，有老娘。有人好不容易活下来，换了名字，装疯卖傻，在边关烂泥里熬着。少将军若要一句话，小人现在就能喊出10几个名字。可喊出来之后呢？赵恒还在，顾承安还在，京城里那只手还在。今日他们认了您，明日他们的家人就可能死。你做的对，我要的是证据，不是让旧部出来陪我复写。少将军，小人有一误。这是老将军战前交给我的，他说若他回不来，就让我把他带出去。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？因为我不知道少将军能不能活到今日。少将军刚到黑石关时，身边有赵恒，营里有鬼，300残兵心散如泥。若我那时拿出来，只会害死你。但今日，你带他们抢回粮，你记下使者名字，你没让秦烈为你复显，也没扔下王阿斗那样的病卒。小人现在敢赌。赌什么？赌老将军没有看错自己的儿子。另一半在哪儿？不知道。老将军只说，另一半能证明他不是私自出兵。奉旨，可能是。若有另一半军牌能证明陆骁将军奉旨出兵，那通敌罪名就还不够。证明奉旨出兵，只能证明我父亲不是煽动兵马。但朝廷仍可说，他奉旨后临阵通敌。那还有什么？要证明有人泄露布防图，有人把兵部军械送给蛮族，有人故意让镇北军死在白骨滩。你准备怎么办？先活下去。黑石关站不稳，什么都查不了。虎啸营不成军，证据拿到手也送不出去。我若现在急着翻案，京城只需要一道旨意，就能让我和这300人一起死。少将军，弩箭封存，除帐中几人外，不得外传。明白。旧部名单，你不用给我。少将军，等他们自己愿意站出来，我不拿陆家的旧恩，逼他们替陆家拼命。是。将军，将军，赵将军来了。他还敢来？让他进来。陆公子，听说你们在蛮族粮袋里发现了些东西。赵监管消息很快。黑石关军需归监军属管，缴获之物自然要登记入册。不知发现了什么？粮，只有粮，还有几把蛮刀，没有别的。赵监管希望有什么？本监军只是暗例查查。查。那张桌子也是缴获。秦烈，你在威胁监督署？我在问他是不是饿得连桌子都想啃。陆公子急什么？我急着让虎啸营活。虎啸营？残兵营新名。谁准你改的？我。陆公子别忘了，你是戴罪之身，朝廷赐你残兵300，可没准你肆立营号。残兵营新名，赵监军可以上书弹劾。你以为我不敢？你敢，但在弹劾送到京城前，黑石关粮草、军械、伤兵、城防都由我说了算。那就祝陆公子能一直活下去。他会不会再传信？会。那怎么办？让他传。蛮族丢了粮，赵恒急着查弩箭，顾承安迟早也会知道黑石关没饿死。先让虎啸营真正成营。开锅了，真有肉。
下一个。伤兵还没分完。江姑娘，我就看看。你刚才已经看了3次。肉长得好看。再看，今晚你的伤要加黄连。将军说的对，不听医者话，死得快。秦头最听话。都看高台。可以接了。断风峡一战，出关87人，归营81人，缴获粮草军械，已入仓。都记清楚。阵亡6人，名字入虎啸营手册。何叔，记上了。今日分粮，按3等。让开！陆公子，缴获粮草属于黑石关军需，不该由你私自分配吧？赵监军来的正好，军需入账需要监军署签字。哼，算你还懂规矩。什么意思？签字前先核数。本监军自然会合。在全营面前核。陆陈侯，你这是不信监军署？我信赵。赵监官不敢核。秦烈，你如今倒是会替主将说话了。谁抢回来的粮，谁就有资格说话。粮是黑石关的，不是你秦烈的。昨夜蛮族刀夺下来的时候，赵监军在哪儿？王阿斗射第1箭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马二和卡粮车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何满仓替同谋挡刀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儿？粮入黑石关，我没意见，但是要把弟兄们拿命换来的粮当成自己账上的墨点子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监军，好得很。陆公子，你带出来的兵，连监军都敢顶撞。他顶撞了吗？你没听见？我只听见他在问，昨夜赵监孙在哪儿？何数？黄米22袋，豆子9袋，干肉3袋，冻羊半扇，短弓7张，箭矢160支，弯刀13柄，皮甲5副，烈酒2坛，归一棚伤药用。已经入一棚。那明明是伤药。还有一本军功册，也请赵监军签。军功册，虎啸营第1战，当然要记功。你只是戴罪之身，哪来的资格私记军功？若不记功，下次谁替黑石关拼命？朝廷自有规制。朝廷规制里有没有写何管仓替马二和挡刀？你非要如此？是。你可知道私立营号私记军功传到京城会是什么罪？我本来就是罪臣，多一条不怕。将军，好，本监军签。陆公子，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今日之举。我后悔的是，轮不到赵监军替我记。分粮。第1等，阵亡者同帐
加半分粮。家中若有亲眷登记在册，日后战力优先寄送。第二等立功者加肉加稠粥。秦烈，阶级队首功之一，加肉1块，1整块。王阿斗，第一件点燃火油弹，记首功，加肉1块，稠粥1碗。刘三金，战中记令，强行带王阿斗撤离，护攻手有功，加肉半块。我也有。你那点出息，将军，我没取人性命，你救了人，听见没？救人也算功。马二河，卡死后车，保粮队撤离，记功。将军，何叔是替我死的，这功……他的功已经记了，你的功也要记。是。韩城，断风茶引路，定绳索位，记功。小人不敢领。虎啸营里没有不敢领的功。是。第三等，全营今日加稠粥。不只是粮。慢点儿，将军，这气太破了。破气更好。哪儿好？让他们记住是从什么地方爬起来的。把旗翻过来。漂亮。虎啸营秦烈，听令。虎啸营马二河，听令；虎啸营王阿斗，听令；虎啸营刘三金，听令；虎啸营韩城，听令。起！从今日起，虎啸营不问出身，老卒也好，犯军也好，病卒也好，被抓来的军户也好，入营之后，只认3件事：军令、同袍、守关。听见没有？虎啸营第1规，同袍不弃，临阵不逃。第2规，战力入宫，按功分配，偷者斩。第3规，令行禁止，闻撤即撤，违令贪功者罚。第4规，伤病不弃，装病重罚。第5规，阵亡者记名，军牌归营。都记住了。监军，这营号真让他们立了，一面破旗而已。将军，这么分，咱们正面能打的人还是太少。本来也不能正面打。听你说这话，我就知道以后还得憋屈。想不憋屈，就先活到能正面打的时候。那得练多久？3个月。来人止步！将军，边城来人！顾承安终于知道咱们没饿死了。陆守讲，我奉顾将军之命而来。说，边城军紧张，听闻黑石关昨日缴获蛮族粮草，顾将军有令，黑石关所获粮草需调拨70%入边城军仓。你说什么？秦烈，你一个罪军也配插嘴？边城乃北境重镇，黑石关只是前哨小关，自该以大局为重。顾承安给什么？什么给什么？粮从虎啸营手里调走，边城给什么？陆守讲，你不要忘。